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看看一篇不吐不快君发表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德国游记。这是作者来德国看他留学的弟弟，然后对德国进行了一次深度游。我觉得他的观察还是挺深入的，但是有的地方可能有些偏差。于是呢，我就按照他这文章的顺序呢，发表下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以及补充一些关于德国的内容啊。好，我们来看看这篇游记的题目是德国发达到了什么程度？刚从德国回来，带你们看看真实的德国。第一，抵达德国的法兰克福，我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现代化程度并不如国内一线城市那般显眼。这里没有那么多豪华的高楼大厦，相比之下显得有些朴素。我觉得他的观察是对的啊。法兰克福作为德国很重要的准一线城市，也是德国金融中心，还是欧元区总部。法兰克福还是全世界有名的航空交通枢纽，所以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即使这样，在德国，在法兰克福这座城市的高楼大厦其实呢寥寥无几，估计呢就是可能10-20栋，就在金融区这里。而其他地方呢，一般都是比如说3层或者4-5层的普通住宅，所以呢显得朴素，这是对的啊。这也是整个德国的状况吧啊。然后我们看他继续说，随后的日子里，我游历了海德堡、巴登、柏林、巴伐利亚州等地，发现除了首都和法兰克福，其他地方的建筑风格大同小异，都为几层楼高的建筑，许多带有岁月痕迹，显得颇为陈旧，甚至一些100年前建造的简易住宅楼，至今仍在使用。他的观察也是对的啊。刚才说了，在德国其实呢，很多或者大部分城市啊、农村都是比较相对中国来说比较低矮的建筑，不像咱们国内，不管是一线城市还是普通的18线小县城，都有很多新的高楼大厦。所以呢，如果是对比这建筑啊，确实两国的这个区别太明显了。中国可以说是很多东西，大部分东西都是非常的新，很现代化。相对来说，德国你看有些房子可能100年、200年甚至几百年的房子，有的仍在使用当中，所以这点是德国与中国很大不同的地方。好，我们继续看它第二点，在德国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服务，包括互联网、通信行业、手机等方面，都显得有些落后。例如，许多3-4星酒店没有空调，房间内也无网络连接，交通工具和系统也不如国内发达。这里呢，我想补充一些啊。首先说有些落后，确实是真的啊。比如说通信行业，其实在德国，我以前在别的节目当中也说过，就是在德国有的时候在城市当中，还有郊区或者2个城市之间连接地带，可能都没有好的网络，或者根本就没有信号，也就是所谓的信号盲区。或者呢，没有4G，只有2G 都有可能。这是所谓的像这种全部东西私有化国家的弊病吧，就是那些通信提供商，比如说德国电信啊，他们主要是以盈利为主，对吧？不会考虑大部分民众的需求。而中国就不一样，中国是国有企业，所以呢，政府有硬性规定，要让全国都有4G 的覆盖等等。所以呢，这一点我认为呢，中国肯定要比德国做得更好。然后他说了啊，许多3-4星级酒店没有空调，这点呢，我想补充啊，这是一个认知的偏差。至少是过去这样啊，过去几十年、上百年，德国是地处高纬度，比如说法兰克福纬度大概是北纬50度左右，也就是在哈尔滨那个地方，夏天呢不是特别热，但是现在因为气候变化呢，可能就是一年的高温的天气要比原来的天数更多了啊。但是即使这样，一年到头真正热的天气呢，其实比较少。比如说，可能有1个礼拜、2个礼拜超过30度、35度的，其他一般来说，那个夏天白天最高气温就是25-26度、27-28度。所以目前为止啊，这个空调并不是必须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在德国很多星级酒店也没有空调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主要原因。所以呢，我们不能把国内与德国这样1:1的搬过来比较，如果这样的比较就会出现偏差。然后他说，房间内也无网络连接，
我不知道他是哪年来德国的。如果他说这句话是比如说今年或者是去年来德国，我就有意义了。其实呢，在至少有6、7年、7、8年了吧，德国酒店越来越多的酒店房间里面都有免费的 WiFi，至少有5、6年、7、8年了。可能10多年前还这样不普遍，但是现在是标配。如果你房间没有免费这 WiFi， 可能很多人都不会到你酒店去入住了。所以呢，德国这边也是不得不提供这种免费服务了。当然，这方面呢，其实中国要比德国领先很多年。我记得10多年前，在国内入住酒店就是有免费的 WiFi，而当时德国呢还要付费，或者根本就没有。另外他说交通工具和系统也不如国内发达，这一点呢也是正确的啊。就总体来说，我觉得中国这交通，不管是市内的公共交通还是全国的长途，比如说高铁的交通，我觉得中国如果说第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说第一。也就是说，中国这方面呢肯定是遥遥领先其他国家的。这与中国政府呢舍得投资，我觉得有很大关系。中国这方面真的做得非常好，点赞啊！好，我们继续往下。在德国，建筑的楼层标记与我们所熟悉的有所不同。我们通常认为的1楼在这里被标注为0，或者呢电梯当中 EG， 而且电梯通常没有关门键，只能等待自动关闭。这种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德国人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我在这里呢，我想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对啊，就是在德国，我们中国的1楼在德国呢是0楼，或者是刚才他说的，在电梯里面标出了 EG， 也就是地面这层的意思。它是2个德语词的缩写啊，地面这层。电梯里面通常没有关门键，是真的啊，就是大部分电梯都没有关门键。我还专门问了德国人，我说为什么你们电梯没有关门键？他们是这样解释，他是说为了呢防止那些老人他们的动作慢，如果稍微不注意，然后呢你弄了关门键，然后如果外面有个老人想进来就进不来了，他是这样解释。我觉得这种理由有点牵强。其实我在国内用惯了有关门键的电梯，我觉得这个还是更好。所以呢，我觉得德国这种没有关门键不好。但是说是反映了德国人慢节奏的生活方式，我不太认同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我曾与在德国留过学的弟弟讨论，德国给人的感觉有点像一个大农村，它是打引号的，与国内90年代老上海颇为相似。弟弟表示，如果是在10年前来德国，可能会觉得这里非常发达，但现在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德国的发展优势不再那么明显。不过在教育、医疗、住房和民生领域，德国仍然是一个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我觉得他弟弟呢，他的观察比较准确。确实啊，如果是看德国表面的东西，肯定与国内有很大的差距。比如说从前面提到城市建设，对吧？确实有点像国内90年代啊，或者是国内的2000年初，或者是2010年之前那些年吧，对吧？就是从城市建设给人的感觉，这表面的这种风貌来说，德国还有世界上很多国家跟中国都有差距，而且这个差距呢越来越明显。在教育、医疗和住房和民生领域，德国仍然是发达国家中的佼佼者。教育确实啊，德国是免费的啊，医疗不能说免费。我特别反感国内有很多人认为德国或是西方的欧洲这些国家医疗免费。免费呢只是针对某些人，但是呢对大部分在德国的人是不免费的。因为在德国，只要你有工作，你就不得不买医疗，是强迫的啊。那不得不买医疗保险，也就是说对这些人购买医疗保险的人肯定不是免费的。但是对那些比如说他那个家庭的成员，比如说如果你这个家庭只有1个人工作，那么你家庭的其他成员可以自动免费参加德国的医疗保险，也享受德国所谓的免费的医疗服务，这是真的。但是对这些在德国有工作的人，这些人呢不得不购买德国的医疗保险。那么对这些人，他们的医疗保险呢不是免费的。但是你购买医疗保险之后，如果你有什么病，不管是大病啊还是小病，都是免费的了。
这一点呢，我觉得还是真的不错。对，德国的医疗保险非常的昂贵，但是呢，它让我们所有在德国的人可以说没有大病的顾虑，也就是没有什么任何的担心，我会得什么病治疗不起，或者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样的情况。在这点呢，我觉得德国的这个医疗保险我还是比较推崇的啊。当然，有些在德国留学的年轻学生，他只是短期呢住在德国几年，然后呢又回去了。我们知道年轻人就没有什么健康的顾虑，对吧？一般来说不会生病，甚至连感冒都没有。这些人他们一个月要交100多欧元，也就是人民币可能1000块人民币左右的一个月的医疗保险，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享受到德国的医疗服务，所以他们觉得很贵，很不值得。但是对我们这种一生可能都在德国生活，或是对普通德国人来说在这里生活，他们这里的医疗保险相对来说性价比还是可以的，因为它确实啊，这医疗服务我认为啊，没有后顾之忧这种医疗服务还是非常的好。这点我认为啊，相对来说可能要比国内好一点点。但是呢，国内因为特别是在农村那些人口，他们每年比如说只有380元人民币的医疗保险费。所以呢，你要达到像德国这样全免费，肯定不可能，对吧？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因为你中国就交那么一点点，380元人民币相当于欧元的50欧元，而在德国，比如说我每个月我交的医疗保险，每个月就1000欧元了，现在1000就是7700人民币。那你相对来说，我这是一个月啊，也就是我一年要8万多人民币，甚至9万人民币这医疗费用。而中国像农村人口只是380元，我的是9万和380，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所以如果说把中国这医疗保险给你提供的服务与德国相比较，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没有可比性。如果你要把中国的，然后呢跟德国比，然后呢要怼中国的医疗有多烂，医疗保险有多烂，我觉得这本身真的是耍流氓。根本太不公平了，对吧？因为你付出那一点点，你要想得到德国那么多，根本就不可能啊，对吧？几十倍甚至呢上200倍的区别，哪有这样的？所以这本身真的我觉得不公平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我发现呢，这位作者特别喜欢拍美女，所以我觉得这位不吐不快君应该是位男士。好，我们继续往下，我们看第3点。2020年，德国人的平均月收入为3994欧元，折合人民币为3.1万元。然而，这只是个平均值，并不代表所有人的月收入都达到这个水平。例如，应届毕业生的初始月薪大约为4000到5000欧元，而超市的售货员或收银员的月薪一般在1600到1900欧元左右。好，我们先看这个，他说这个人均月收入啊是3994欧元，然后呢还折合成人民币。大家注意啊，这是他们税前的收入，税后的话没有那么多，也就拿到手的没有那么多，拿到手的大概是2400欧元，从近4000欧元拿到手只有2400，也就是差不多要扣掉40%左右啊。大家注意，比如说40%乘以3.1万元，也就是要扣掉1.2万元左右。那也就只剩下1.9万元左右了，这是他税后的收入，也就是他拿到手的可支配的收入，大概是1.9万元。然后他说，应届生的初始月薪大约在4000到5000欧元，这个4000还是有可能的，但是5000我觉得有点高。当然不排除那些特别优秀的毕业生啊，能拿到每个月5000欧元。公务员的月薪则在3000到7000欧元不等。可能有的人想说平均数说明不了什么，那么我们来看看中位数收入。德国人的月薪中位数为3965欧元，其实与平均月薪没有相差多远，对吧？折合人民币为31700元，与平均数相差不大，这是对的。好，我们再往下看，又有2位美女在这里挺着他们的胸。第4点，德国对低收入者提供良好的福利支持，但对高收入者则相对严格。例如，年收入超过25万欧元的人需要缴纳高达45%的税率。德国的工作时间短，
假期多，员工加班需要得到本人同意，并支付加班费。平均全年下来，每周的工作时间仅为18.5小时。好，我们看看对低收入者提供的福利支持，你要看什么啊？这有点争论吧，我觉得。对高收入者相对严格，年收入呢超过25万欧元要缴纳45%的税率，应该要比45%还高，这是收入税啊，应该是53%左右，这是最高那一档。还有工作时间短，假期多，时间短，现在一般是35到38.5小时每周，假期多。德国法律规定，作为雇员得到至少24个工作日啊，但是呢，一般公司都会提供30天的带薪假，也就是有6周的带薪假，6周就差不多1个半月了啊。所以呢，这相对来说这种福利还是非常好的。另外呢，员工加班确实要征得本人的同意，然后还有加班费，加班费像国内很多地方一样，要看什么，比如说礼拜天他加班费可能要比平时加班费更高，或者圣诞节的加班费可能要双倍或者甚至3倍。还有每周工作时间仅为18.5小时，我这也没有计算过，所以我不好说。肯定如果你把那个带薪假呀都加进去，可能有那么少吧，但是具体我也不知道。这18.5小时看起来非常少了啊。好，我们看第5点，关于德国人的严谨和守时，我有些不同的看法。在德国期间，我多次遇到地铁、城轨和火车晚点的情况。其实呀，这个人说的我也完全同意。严谨和守时，我认为呢是神化了德国。其实严谨和守时，至少我在德国这几十年，我认为呢与中国的这差距呢越来越小。原来你说中国人呢有些不拘小节马马虎虎，但是我发现了近来特别是这些生产的企业还有科研方面，如果中国人不严谨怎么能够搞得出这个嫦娥登月还有甚至的机器人登陆火星等等这些非常非常世界上最复杂的工程，对不对？只有中国比如说能够达到，或是只有中美2个国家能达到的东西，你能说中国人不严谨吗？对不对？如果说德国严谨，那德国为什么做不到呢？对不对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还是中国人很多过去呢神化了德国，也神化了很多其他国家，比如说日本也是神化了，说什么工匠精神，对吧？好，什么地铁城轨、火车晚点，那就是家常便饭了。特别德国铁路经常晚点，而且呢有统计，比如说去年德国那个长途火车，它的正点率只有60%到60%半左右，也就是1/3的火车全部晚点，而且有些晚点很多，甚至呢有些取消的我们继续往下。弟弟也提到，在留学和工作期间，经常遇到学生和同事迟到的现象，甚至呢约定见面吃饭时，也有人忘记临时取消、迟到或者提前离开的情况。这学生迟到或者同事迟到，这我觉得工作期间我在那个公司应该很少。如果是真的迟到了，可能有特殊情况但学生上课迟到，这是肯定有的现象。老师，我看大学教授，因为我想不起来了，我大学毕业已经20多年了，所以我这不好说。应该好像大学老师迟到的现象是比较少的，但是我听说现在在德国普通的中小学老师故意开病假条的情况非常明显，也就是老师经常什么旷课或者迟到，有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临时取消吃饭的这种当然会有。好，我们继续往下，在这2个美女的下面呢，还会有其他的第6点，我第一次在德国打车，来的车竟然是一辆奔驰1系列，这在国内起码得价值40万，在德国奔驰、宝马等豪车作为出租车或者警车是常见的景象。原因在于，奔驰作为当地的国产车，不仅给出租车司机提供了大幅优惠，而且由于大多数家庭都有私家车，出租车成了一种相对高档的服务。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我觉得德国啊，奔驰啊、宝马这种高端的车作为出租车，其实一直都这样，因为这是他们的国产车吧，所以可能这是他们觉得作为出租车也没什么特别的吧。但是在德国啊，出租车真的非常非常的贵。为什么？我们看它下面提到，当我得知车费的起步价是3.4欧元，每公里1.79欧元时，心里不禁有些心疼。一趟10公里的路程，不包括小费，就要花费130多人民币。司机看出了我的沉默，便主动聊起了天。我原以为德国人内敛冷漠，没想到他们和国内的出租车司机一样，喜欢谈天说地。从这里啊，我估计这个人发表这篇文章，至少他这游记应该有15年甚至更久的历史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起步价也不是3.4欧元，每公里呢也不是1.79欧元，这真的是大概15年前的价格了。他说一趟10公里的路程不包括小费就要花130元人民币，这130元太便宜了，130元甚至呢只有10几欧元。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现在打车10公里左右，大概人民币呢要300多元。合着你看130元相差太远了，也就是现在打10公里的这个打的在德国大概要40欧元左右，所以40欧元你看就是差不多310元人民币，相对来说啊要比国内肯定要贵很多。然后呢，在德国我可以告诉大家，一般出租车司机不会主动跟乘客说话，真的不会主动。而且在德国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呢都是外国人，可能他们的德语都不是很流利，所以他们也不会跟你主动说话另外呢，他们的英语也不会特别的好。开出租车的人都是文化水平可能相对低一些的人，而且是外国人，所以他们会说流利英语的可能性非常低。另外呢，他们会说汉语的这种可能性当然就更低了啊。好，我们再往下，在谈话中，我忍不住问道：“听说你们对中国人有偏见，是真的吗？”司机侧头看了我一眼，沉默了几秒钟后，缓缓开口：“不管是哪个国家，对外来人都会有一定的抵触，这是因为互相不了解，担心会抢走有限的社会资源和工作机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会逐渐减少。”我认为啊，这偏见是永远存在的。这不会减少啊。对中文的偏见，我认为只要德国媒体不会改变它宣传的这种方式，我觉得对中文的偏见呢还会一样多，或者会更多。因为我发现呢，就是德国这种西方国家非常担心中国的崛起，抢走他们的工作机会，对他们形成竞争，所以呢，他们的报道呢对中国负面的很多，大部分是负面的。然后呢，可能采取敌视中国这种报道也不少，他们对中国这种成见偏见就越来越深，很固化，这没办法。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德国，我发现购物消费习惯与我所熟悉的有很大的不同。这里没有移动支付，大多数人仍然使用现金和信用卡。在这里呢，我又想说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最新的，应该有10多年了吧，至少10年了。这里没有移动支付这句话不准确，这里有，只不过没有国内那么普遍。比如说有苹果那个 Pay， 对吧？还有谷歌的 Pay， 这种支付都有。甚至呢，在一些连锁超市呢，有，比如说像微信啊、支付宝也有，但是这里非常的少。比如说在德国有一家连锁店叫 DM， 它是专门卖这种什么香水啊、什么润肤膏这些护理用品的，奶粉啊这种都有。我发现呢，在科隆，因为它是个旅游城市，所以这种店呢，特别多的人去，中国人呢，中国游客去那里逛，去那里扫货，因为这也相对来说可能要比国内的便宜。然后呢，我们中国人有一种崇拜的心理，认为呢德国这方面肯定产品要值得信赖一些，特别是像化妆品呀，还有什么婴儿奶粉，所以很多中国人来德国旅游一定会到德国这种店呢去扫货。我再补充一点，到这种刚才我说的那个店 DM， 它是全国德国连锁的，
去扫货，至少用支付宝可以支付，也就是在这边用欧元支付，但是呢，中国那边是以人民币扣掉你，也就是以当天那个外汇牌价吧扣掉的。所以这点呢，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它的汇率呢很好。我们再往下看，这里没有移动支付。据司机说，很多老人不会使用移动支付，同时他们担心个人信息被收集，缺乏隐私保护。这种消费方式在我看来既不方便，又显得有些落伍。这也是我并购的地方。我以前也说过啊，德国人担心所谓他们的信息安全，其实他们每秒钟都源源不断把他们的信息呢输送到，或是被动的输送到美国那边去。因为德国它没有自己的那个平台，比如说社交媒体，他们都没有自己的平台，都是美国的。比如说什么谷歌呀，对吧？脸书呀、Insta 呀，还有油管啊，这些都是美国的，对吧？所以呢，德国人所谓的数据安全简直就是笑话，这是自欺欺人。不过呢，普通德国人没有这个安全的意识，他只不过呢相信他们媒体的宣传，认为比如说像华为，他就偷走了德国人的数据就不安全了，是中国政府呢想控制德国人怎么样，所以这种宣传特别的邪恶，也显得特别可笑。人家华为连后门都没有。不像苹果还有那个 Microsoft， 就是微软的电脑，肯定它留了后门的。但是美国可以，中国没有就不可以，对不对？所以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双标。那没办法，因为是德国媒体这样的宣传，就是把这个所谓的数据安全看得很重。但是在我看来特别的可笑，因为在德国根本就没有任何数据的安全。我们再往下，德国人注重隐私也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德国人至今仍然喜欢邮寄信件，认为信件更能保护隐私又安全。无论是外管局、银行还是其他部门，重要事务通常以书信形式通知，这点呢完全正确。到现在2024年，德国还是这样，确实啊，官方的东西绝大多数还是以信件的传统的那种古老的形式。也就是纸质的东西啊，你说真的安全吗？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根本不安全。比如说，他们寄那个信用卡呀，还有寄那个信用卡的密码，都是通过那个纸质的这信件寄过来的，只是他可能错开1-2天寄过来，但仍然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投递进去，我就觉得特别不安全。但是德国人觉得它安全啊。所以呢，德国人的保守也体现在这里，什么东西都要用那个纸质的信件的方式来通知官方的这个信件啊。另外呢，还有一个这个作者没有提到的一个细节，就是这些所有的文件在德国，不管你是谁，至少要保留10年时间，纸质的啊也要保留10年。所以在德国，大多数家庭呢，他们必定有好多的那种 A4 那种文件夹。对吧？就硬壳的文件夹，你那个用那种机器打2个洞，然后呢，可以全部把它一个一个这些文件保存下来，要保存10年，你才可以扔掉，否则到时如果是要查你的什么账啊，你拿不出来，你就会遇到麻烦。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在德国。好，那我们这期呢先谈到这里，否则这期节目就太长了。我不知道刚才我给大家解释了一些，补充一些对德国的情况，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好了，那我们就等着看下期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